你看哦，它右下那个智齿啊，还好的，然后前面那一颗嘞蛀烂了，就一个大洞啊，剩下一点点齿质，只是假牙撑在上面几乎没有齿质的情况下会怎样？三宝牙科工具器，大家好，我是三宝老爹。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讲案例分享，这部分就还蛮好玩的啦。开业这6年啦，我做过一些 case， 虽然不多啦。第一个，像这个宿舍我们称为资源回收，我可能上辈子是做资源回收。recycle 啊，你看哦，它右下那个智齿啊，还好的，然后前面那一颗嘞蛀烂了，就一个大洞啊，剩下一点点齿质，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当然病患也可以接受植牙。第二个，你也可以做假牙，没问题只是假牙撑在上面几乎没有齿质的情况下会怎样？尤其就是最后一颗咬力又很大，所以我们担心病人咬久了我们花了钱，病人花了2-3万，假设花了2-3万，做一颗假牙然后嘞用没几年，然后牙齿就裂掉坏掉了，对我们来说我们实在是舍不得我们怕病人浪费钱，所以可是它后面还有一颗牙齿，能不能拿过来用？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矫正，把它拉过来，拔掉之后拉过来也可以。那这个时间可能要比较长例如我半年、1年如果病人时间没办法配合，2-3个月就要做完，当然也可以选择这个部分，把前面那一个拔掉，然后把它移过来。我们当然是跟病人这样讲分享这样子会用比较久。什么叫用比较久？你看一下你看那土已经蛀烂了那我们把它拔掉然后放到前面那个牙齿然后本来空的牙齿变成什么有齿质，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抽神经，我们把它清干净，然后封填，我们最终2年半、3年，看起来都很好你看它厚的齿质有没有？看起来就是坚不可破，抽过神经还是跟没抽过神经一样。可是我们用显微镜下小心帮它保留大部分的齿质，这样子来说可以保留很多。它这一颗要用很久，我们觉得会比较放心也会比较有良心病患要植牙也可以啦这是一个选择，等他又年轻。好2年半追踪，都还蛮好的齿质都剩下很多我觉得还不错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个那没有牙齿的地方可不可以移过来？这个拔牙已经拔很久了我只有做过一个从空的左边下面那个缺牙从右边拔到左边你矫正不可能这样做了可是呢，病人已经跟我们助理谈好，我就是要植牙后来我就觉得是吧，放在那边能不能把它移过来用病人都讲好了我确定要花7-8万来植牙了OK 了可是呢良心实在过意不去，能不能用智齿？我尤其是被助理在骂被拿智齿给他过来用所以现在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啦，因为会被骂。这样的做法有什么缺点？那到底要选择植牙还是选择这样子我们用3D 列印去模拟，因为你要在骨头里面磨出一个洞要试很久，我怕那个牙周韧带细胞会死掉，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试所以3D 列印有时候也会有一个费用然后呢抽完神经然后做完牙套，然后追踪假牙是这样做那时候种植的时候角度没办法抓得很好，所以种的比较偏，但植牙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然后追踪1年半、2年都还 OK 啦只是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为什么呢？第一个会被助理骂因为植牙都谈好了第二个呢它成功率会比较低，你这边缺牙然后把它拔过来种这成功率会比较高，大概90%跟植牙一样。可是呢，你已经缺牙很久了我们再把它移过来，成功率就会低很多，大概会到70%因为牙齿都很大颗，你植牙的牙根比较小破坏的骨头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这样做了啦与其这样子，倒不如做植牙，也可以做30年甚至更久也可以用30年以上，甚至更久。你看我们之前访问那个阿嬷用了30年，还不是很好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移嘞所以我现在叫我做打死都不要了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 case 它原本是有牙套
把它拆掉之后，右边下那个土啊拆掉之后现在只剩下牙根根本没办法使用那刚好后面还有智齿也没有蛀牙状况也都还好，那我们就把它跟它变换讨论之后，我们就把它移过来用好，那是把牙根拔掉，我们把它放进来然后做根管治疗，因为前面那一颗神经也死掉了也要一起做根管治疗然后状况看起来牙肉恢复的也很漂亮1个半月牙肉恢复的就很棒了。接下来我们做那个电脑镶齿把它做上去把它粘上去看起来恢复看起来颜色也很漂亮从蛀烂的牙到现在有自己的牙齿，看起来都很棒然后到现在4年追踪你看右边下面从本来倒数第2颗蛀烂，我们把最后一颗把它移过来，智齿把它移过来之后，看起来就很漂亮追踪起来看起来 X 光，你看根管治疗做得多漂亮，是谁做的？当然是我做的然后智齿移过来，状况也都很好，像这样子用齿质又多你用个10年、20年以上，我们觉得都 OK 你蛀烂的牙齿你硬做也没什么意义这个是我们女儿刚生出来的样子很可爱好，接下来这个 case 就比较好玩，这个 case 应该是国内同一个病人移植最多牙齿，因为它有太多牙齿蛀烂。你看X 光，如果你看得懂的话，就超多大牙齿都蛀空了有些甚至只剩下牙根。那智齿能不能用应该还是可以用，状况都比前面的牙齿都好哪些要留，哪些不留，我们当然是跟病患讨论哪些已经蛀烂了到底要不要把它拔掉这我们都跟病患讨论。所以呢，就是上面那个是我们做完之后的样子，下面这个呢是原本进来的样子。那你们看得出来我到底移了哪些牙齿呢？看得出来吗？那是怎么移的呢？好，那我们把左边下面把它移到左下的第一大臼齿，然后呢到右边倒数第2颗也蛀烂了那我们把智齿右边下面的智齿把它移到前面这边来，然后上面我们把右边上面的智齿移到前面来，同一侧我们就会比较简单可是呢它有左上那个智齿能不能用？好像还可以用，我们把它移过来你看智齿的牙根变化度也是很大，也是有4个牙根看一下手上有几只脚，1、2、3、4 4只脚，所以抽神经真的是很辛苦啦所以就是做完之后还不错从上面慢慢做下来原本上面是原本的样子，你看右边上面那一颗本来是有牙齿我们移过去，可是后来就失败了，所以它有它的成功率在啦没有说一定，你不能指望医生植牙一定成功嘛做什么都一定要成功，我们只能说这是成功率的问题10个可能有几个会失败，100个可能有几个，因为数量大一定会遇到了机器人一定都会掉了后来就失败了好，这是最近的 case， 然后呢，它左边下面这颗第一大臼齿已经蛀烂了，这是口内照内侧从舌侧黑一片而且蛀到牙根下面了所以这个状况你硬留一咬就裂掉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做假牙，可是它还有智齿很好就在同一边有智齿，我们就跟他讨论有没有可能要把它移过来，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好我们就把它移过来。你看它牙根很弯算是 S 型的超级弯的又弯又长。这个时候我们在试那个齿槽骨的时候，在放进去的时候也试了一阵子了要磨掉比较多的骨头然后我们最后做根管治疗做完所以不好做，又长牙齿又长，牙根又弯真的是花比较多的时间但植牙比较简单，拔掉钻一钻然后放骨粉缝起来结束了时间比较短，你做这个时间比较长，而且要抽神经，脾气较搞刚能简单我们当然希望简单如果针对想要移的病人我们当然尽力做到好，当然不保证成功啦好，你看看到上面这是什么东西？满满的牙周韧带组织的部分就看起来很漂亮这个成功率就很高好这是我们移过来的从一开始移过来到现在到移完之后，后来我们也是要做假牙做硬化膏的假牙因为它比较长我本来还要做另外一个这块比较漂亮的比较透明一点后来技师说那个
电脑切削不出来啊，都失败了。后来就做那个二氧化锆牙哈，来做，因为它比较大颗比较长，因为我们就照着它原本凹槽去做啊，所以它缝比较大，牙齿比较大颗，所以另外一种齿块做不出来，我们就能做这种啊哈，颜色稍微没那么match一点啦哈，但其实基本上吃都可以接受。好，我们接下来谈总结啦哈，智齿哈要留就是要刷，后针哈该办的紧慢啦哈，你要留就是爱留。你要先坏的啊，先歪的啊，跟慢慢的，无来整啊。我们上次是讲智齿的部分没讲到会肿，有些人蜂窝性组织炎每年全世界都有因为蜂窝性组织炎挂掉的人啊，所以影响身体很大哈，而且长横的长歪了，不是只有前面这个智齿会蛀掉，不是只有蛀掉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塞食物造成它肿胀啊，蜂窝性组织炎都有可能啊，有可能它让智齿没有在用啊，把它拔过来可以有第二蛀，可是趁年轻做啊。而且年纪大概50岁以内，我们40几岁，我们还可以做；50岁以上，我们可能建议植牙，至少用了30年，用到80、90岁 OK 了哈。好，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当然有些人也可以用矫正拉哈。可以刚刚我们做一个 case， 你看智齿，然后倒数第2颗，你要拉多久？然后拉很久，不一定矫正医师也不一定保证跟你说我一定拉得动啊哈，我一定可以乘舟破浪直接往前冲到那里，不可能啊哈，矫正医师也不敢保证啊，而且那么后面这么难做哈，移过来放进去最简单啦哈，当然也可以选择植牙啊，供给大家做选择。好，其实我们这题牙叶子就讲到这里啊哈，谢谢，拜拜。